各位佛友，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晚上的课啊。首先大家发菩提心啊。我们修了这个无家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刚刚修完。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以前就修菩提心跟现在修菩提心就肯定是不一样。应该有所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么长的时间，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专门修了菩提心所以就是应该有不一样过去呢，我们每一次这个上课的时候呢，也就是要求大家发菩提心，但是呢不一定大家能够发菩提心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应该是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对菩提心呢大家也应该有一点感受就是按理来讲的话是应该是这样子。那么佛法在这个梵文印度的梵文里面呢，就叫做 Dharma 就是佛法然后在藏文里面呢就叫做 Chu 就是这个法佛法，然后汉语里面就是法。那么藏语里面的这个 Chu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改变就这个意思，改变意思就是说我们学了佛以后应该有一些改变，应该有一些变化。如果我们学佛之前和之后都是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见解也就是观点还有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行为脾气性格，那各方面都没有什么提升，没有得到什么提升，没有什么变化。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没有起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只是走了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呢它没有起到这个真正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大家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点不一样跟之前是不是对这个菩提心有一点这种感受如果是有那就是我们有了这个法或者是 Chu 的内容已经有了。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前面的菩提心的修法呢，我们要重新修。这个到了无家心的时候呢每一个家心都有很多的这个数量上的要求，数量上的要求，每一个家心都要完成这个10万遍这个有些是念诵有些是这个身体的磕头等等这些都是有数量上的这个要求。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数量上的这些要求呢不是它的终点不是最重要。那么终点是什么呢终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梵文的 Dharma 翻译了这个藏语以后的 Chu 终点就是这个 Chu 就是改变变化这个才是终点我们虽然是念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皈依还有就是菩提心的这个集子就念诵了很多但是呢内心当中就没有任何的变化那这样子我们仍然是没有慈悲心还是仍然是那么的自私跟过去是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菩提心呢必须要重新修大家也知道我们修这个无家心呢这一生当中我们
并不是说只修一次一遍这个无家心如果我们的这个人生无常，但是如果有时间时间来得及的话，那我们要反复的去修第一遍这个菩提心出离心各方面不太这个达到标准的话，那我们就是看第二遍的时候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然后第二遍不行的话，那就是第三遍第四遍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比如说我们无家心里面呢有一些做的稍微可以就是自己觉得可以，但是有一些呢不太满意，比如说皈依我们自己认为这个自己做的还可以不算很差但是呢发菩提心呢确实是很差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虽然这个皈依也要修，但是呢重点就是修菩提心菩提心呢反复的去修就是把菩提心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之前一定就是一直都反复的去修这样子，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修无家心修四家心并不是走一个过程这个必须要有实质性的东西。那么实质性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变化或者是改变这个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讲课的时候，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修完这个菩提心那么刚刚修完菩提心的话呢，那就是应该有一些我相信大家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程度的这个变化这个是应该有的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就首先大家发菩提心，然后呢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是修五家心里面的第三个家心。那么五家心里面的第三个家心大家知道就是金刚萨埵就是修金刚萨埵。那么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呢已经灌了顶就是灌了顶。那灌了顶的就是已经灌了顶的我们就修这个五家心里面的这个金刚萨埵我们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金刚萨埵然后呢我们师兄当中呢有一些还没有灌过顶这样子的话呢，那也没关系我们也可以修这个之前我们讲过的法王如意宝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这个简单的金刚萨埵的修法，这个之前我们讲过好几次那么这个视频有然后呢书也有大家就是先暂时修这个金刚萨埵，然后修这个金刚萨埵呢我们可以念这个金刚萨埵的心咒就是嗡巴兹萨埵吽同时呢也可以念百字明百字明也可以念然后呢到时候我们灌了定以后呢，然后就可以就修这个五家心里面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就是分两种人那么灌过顶的已经灌过顶的就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就开始修五家心的第三个家心了。我们开始修第三个家心的时候呢那我们五家心的就只有五个家心当中的然后呢前面两个修完了，现在开始修金刚萨埵，那50%都修差不多就修完了那么五家心的50%都修完的话，那我们也得要检验一下我们自己的修行的结果因为我们在这个五个家心当中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得到，或者是我们自己能够
这个观察到的这个结果呢，主要就是前面的第一个就是皈依皈依我们有没有做到标准这个我们自己是非常清楚的，然后自己可以观察，自己可以确定最后自己有没有达到这个他的这个要求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这个修到这个标准那这个我们自己也就很清楚这两个是我们自己非常清楚的。那后面的几个呢，比如说金刚萨埵我们这个尽量的就按照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的要求去做但是呢，最后我们的这些罪业清净了没有？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没办法看到，就不像菩提心这个皈依还有这个以及这个前面的这个出离心这些都是修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但是金刚萨埵呢就不一样。然后在后面这个修曼扎拉修曼扎拉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曼扎拉我们按照这个曼扎拉的这个修行的方法尽量的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是呢最终我们的这个积累资粮积累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看到的，这也是没办法看到然后再后面最后一个呢就是上师瑜伽当然上师瑜伽呢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也就会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结果比如说我们对上师的心性或者是我们从上师瑜伽当中获得的这个自己认为是上师的加持这样子的这个感受感觉这个是可以体会到的可以体会到但是比如说这个其中一个呢，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是磕头那么磕头我们磕了10万遍10万遍，那么磕了10万遍，这个就是达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这个无家性当中呢，后面的3个呢，我们就是要尽量的去做尽量的去完成尽量按照这个他的修法的要求去做但是呢我们很难看到他的这个真正的结果那么就是有结果并且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就是前面的这几个了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看要回头看我们的私家心就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也得要就我们要回头去观察出离心，然后呢就是皈依和这个菩提心这些的每一个的标准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这些标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问其他人我们自己是非常清楚，所以呢就这个前面的这几个呢我们一定要达到标准否则的话后面的这些呢只能尽量去做尽量去做，有没有达到标准就不好说尽量去做。那前面的呢我们唯一就是自己能够感觉到的就是前面的几个修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认真努力的认真的去面对尤其是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呢，我们每一次讲课的时候都已经讲了很多很多遍了，每一次都讲还有就是专讲菩提心的这样子的课也是特别特别的多专题的这样子的课程呢也是很多的，就是关于菩提心的修法呀，还有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呀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这些都很多，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修好没有修的没有到位就是我们刚才藏语里面的这种去就是改变变化没有改变什么的话，那就是还没有这个达到这个它的
标准。所以大家我们就是如果自己就不太满意我们自己的这个修行的成果的话，那没关系刚才讲过了，我们第一次修的时候呢，虽然不是没有达到很满意的这种程度，但是没关系可以第二遍第三遍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修出非常标准的菩提心皈依出离心都没有问题。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努力自己不放弃，这样子的话完全是没问题的非常的重要这些是我们之前的这个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那么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重要其实这个四加行五加行里面没有一个是对我们不重要的，都很重要。但是呢，因为这个这个金刚萨埵呢特别的重要金刚萨埵为什么特别的重要呢？就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因为我们之前就造了很多的罪过，这是肯定的从无始以来，这些我们不说，就说这一生这一生从小到现在这个是不善或者是罪是罪过是不善当中这是我们做的太多，尤其是比如说杀生这个方面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杀生的这种罪业非常的严重从杀人比如说堕胎盗比如说吃这些海鲜等等这个中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我们几乎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成千上万的这个杀生的罪过我们平时大家想一想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举行一个婚宴就一个桌子上面呢有多少条生命，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么就是除了这样子的这个特殊的时候以外呢，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的行为吃或者是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都跟这个杀生有关系虽然我们之前很多时候不是故意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因为不了解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杀生等等但是呢，虽然这个是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也不能说没有罪过，因为尤其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个我们之前也讲的特别的多。当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大家为了钱就杀生就是无数个然后我们就有了一点点钱的时候呢，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有钱，然后有去这个吃这些生命那么我们就是没钱的时候呢，为了钱因为没有钱所以就是去杀生就是这个方面的这个罪过是非常的严重然后有了钱以后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钱所以有去这个造业，这个方面呢，这个罪过是比其他的任何一个罪过更加的严重。本身这个是不善当中杀生是最严重然后呢，我们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就是接触到的这个发生的频率很高的，就是这个杀生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一定要高度的这个重视因为杀生呢就不像其他的这些罪业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恰恰就是最严重的这个罪业就是我们平时做的是最多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非常认真的这个对待特别的重要然后除了这个杀生以外呢当然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罪业了其他罪业都特别的多，但是我想
对现代对现代人，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就是我们活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的人来说也就是我们的现在的这种生活的模式去过日子的人来说这个杀生是很多时候都是离不开的有意的无意的都是离不开的。那么每一次我们跟这个杀生发生了关系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就是有非常非常不好的记录这些都叫做罪过。那么我们就把今天我们通过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我们就把我们的阿赖耶识上面的曾经留下来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不良的记录全部都要抹掉这是我们的这个修金刚萨埵的这个结果所以大家非常的一定要重视因为我们的这个就刚才讲的一样，我们的罪过呢确实是非常的严重。平时我们世俗人的生活都是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这个罪业但是呢，尤其是杀生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重视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我们这种罪业不清净的话，那首先第一个呢它对我们的这个证悟是有很大的阻碍很大的阻碍这个罪过呢就是证悟的最大的障碍如果罪过严重特别严重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都会感觉得到它会在我们的任何一个这个修行的环节上它就会受到它的这个阻碍比如说我们学习的时候连学习文思这么简单的这个东西那就是如果是这个罪业非常深重的话那我们就是再认真再努力学习，根本就没办法了解这个法义这里面在讲什么根本就不知道然后我们在世俗的这些事情上面呢特别的聪明特别的聪明但是呢就是这个学佛这些方面呢我们的理解是非常的有限然后对法义的这个理解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几乎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笨实际上也不笨就是像我们在世俗的这些领域当中不笨呢这个时候很聪明呢，为什么就是偏偏学佛的时候笨呢那就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罪业罪业深重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也就受到了它的影响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大佐的时候然后就不是昏沉就是散乱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来那么这个呢也是跟罪过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散乱都是因为罪过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昏沉都跟这个罪过有关系实际上也不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讲过了，我们任何一个人就是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呢，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很多的散乱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昏沉，这个还属于这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就是不正常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就是这么念复一念每一次大作都是这样子，没有什么这个进步没有进步，每一次都是这样，今年明年就是都是一样，没有什么
每一次打坐的时候就这么糟糕。那这样的话，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我们之前也讲过，主要是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罪过很深重，罪业很深重另外一个就是对佛法、对上师、对法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话呢，那也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感触只是能够学到一些这个字面上的内容但是呢，内心深处呢就不一定有什么很好的这种感觉感受就这两个出现这两个的原因呢，主要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罪业很深重这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罪过对我们的修心闻思修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正悟我们的所有的从思加行到无加行从闻到修闻思修，这整个最终的目的呢不就是正悟吗就是正悟那么正悟的这个最大的障碍正悟的最大的障碍就是罪过呀罪过如果是我们罪业太深重的话，那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有受到这个阻碍，然后呢对这个修行的感触也会受到阻碍，然后呢对这个空心或者是心的本性的这个理解或者是正悟更加的就受到影响所以还有更糟糕的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个罪业不清净的话不能清净的话那我们下一世如果我们这一世当中就是这么多的罪业带到下一世，那这一世我们所造的这些罪过一定要在这一世当中要清净如果是从无始以来的罪过全部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清净了那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但是至少这一生当中我们所造的这些罪过呢，一定要这一生要清净否则的话我们把这么多的杀盗淫妄各种各样的这个罪过带到下一世的话，那么下一世的影响是什么呢？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法义的理解等等，根本就不是直接就多恶趣根本就没有机会再来做人或者是天人那么做人天人的机会都没有那么根本就不可能有闻思修心这些当然这些都是一段时间任何一个事情呢它永远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是永远都是这个多恶鬼不会出来的但是呢时间是很长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且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不断的有去造这个新的罪业，然后这些新的罪业成熟的时候呢，然后本身就是这么多的罪业，然后又增加了新的罪业，那这样以后呢，虽然这个最终每一个人都会成佛的但是呢最终是什么时候呢这就是很难讲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禅会这个上面呢，大家真的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修法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我们刚才也讲了我们每一次讲一个修法的时候，都说这个修法特别重要那到底哪个是最重要呢？实际上这些都重要没有一个是不重要，因为这5个无加行都是特别的重要，所以就是把它们都作为我们的这个基础最基本的这个修法这基本的修法它为什么是最基本的修法？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很
高大上，所以这是基础啊，就是因为它是不能缺少的啊，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它是基础的修法啊。这个我们下一步呢那么就是好几个月当中都要这个大家要修这个金刚萨埵了那么我们的计划呢，也就是跟之前是一样，我们的这个一天1个小时一天1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去打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除了这个念百字明10万遍最后一个1万是补充一共就是11万除了这个数字以外然后呢我们必须要重视它的实质性的内容那么实质性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讲的这个4个对峙力4个对峙力就是它的实质性的内容希望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好，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那么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我们前面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重要性它的重要性。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忏悔罪过是有很多方法的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忏悔罪过。那为什么我们就是要选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虽然尤其是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忏悔的这种方法呢是特别的多忏悔方法特别的多然后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它的这个方法不一样所以呢它最终的这个清净罪业的这个程度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小乘佛教里面呢无间罪无间罪是没有办法忏悔的只要犯了无间罪那就只有堕地狱去这个受这个果报受完了以后就结束了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忏悔小乘佛教是这样，但是大乘佛教就不一样了。大乘佛教连无间罪这个世界上在显宗里面呢这个没有一个罪过是比无间罪更严重的这个就已经是最严重了。那么最严重的这个无间罪在大乘佛教里面呢是有办法忏悔的，可以忏悔的。然后呢不仅仅是一个无间罪2个3个这样子的无间罪都可以就是这一生当中它可以这个清净可以忏悔的干净完全就可以做到所以这个大乘佛教的方法是很多的方法很多。那么大乘佛教的这些方法当中呢，它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方法呢？它为什么能够做到小乘佛教根本做不到的这个这样子的结果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还是菩提心菩提心。因为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基础所以大乘佛教就是在任何地方它都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这个方法特别不一样的方法，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菩提心所以就不一样虽然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们这一次这个金刚萨埵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如果有这么多方法，那为什么要选这个金刚萨埵呢那么金刚萨埵是这么多的这个忏悔的方法当中然后也就是最殊胜的最有用的并不是说其他都是没有用的这是最有用的最简单我们每一个我们比如说一个很普通的人都能做得到然后呢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金刚萨埵是特别的
这个它的作用啊是特别特别的神奇的。所以就是我们应该这样子理解啊，我们这一生有机会去念这个10万遍这个百字明有机会去通过这个4对之理修金刚萨埵那这个是真正是我们的这个福气这个就是我们的福报因为这个佛经里面都说得非常的清楚的，尤其是密法的很多的序部里面都讲过了。就是如果我们通过这个4个对之理通过4个对之理修金刚萨埵的修法诵这个10万遍诵10万遍百字明10万遍百字明，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所有的这些罪过再严重的这些罪过都可以完全可以清净完全可以忏悔。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有机会去修这个金刚萨埵，那这个是真正的我们的这个福报，这个就叫做福报所以这个我们念百字明修金刚萨埵呀大家不要当做这就是一种压力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对我们来说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如果这一次呢完成不了的话，那下一世带这么多的罪业，再到下一世那我们没有任何的保障下一世到底去什么地方谁知道呢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根本就不好说根本就没办法知道。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完成，至少比如说我们修大圆满修其他的这些高深的法当然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像这个菩提心出离心还有这个金刚萨埵的忏悔法呀，那这些是对我们真正特别的有用的这些法，这些我们一定要完成比如说如果要求我们要证悟大圆满，这个我们没办法呀，我们证悟不了至少我们就要逐步才可以但是金刚萨埵不一样这4个对之理我们当下就可以做随时都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很标准但如果我们要求我们要证悟空性证悟大圆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但是如果当下让我们要证悟，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这个4个对之理就不一样了，当下就可以做得到百字明念百字明观想金刚萨埵我们随时都可以而且如果我们稍微投入一点的话都可以做得很标准所以呢这些我们能做的这些呢我们先做特别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这个对这个修，比如说修菩提心修这个金刚萨埵我们应该是心生欢喜心生欢喜法喜充满这样才对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时代一个这样子的时代，我们有这么一个少部分的人有机会去修菩提心修这个金刚萨埵呀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修来的，哪一世修来的福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所以要这个珍惜特别的重要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因为这四个对之理金刚萨埵呀，我们随时只要自己想做，随时都可以做而且做得很标准的这些修法呢就在我们自己的能力的范围当中它就在我们能力的范围当中，所以我们随时都做得很标准只要自己稍微投入就做得很标准，所以这些都是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的现在暂时还不在我们能力范围当中的这些法呢我们可以就逐步的这个就是暂时可以作为一个目标逐步往这个方向走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做得很标准的这些呢，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做这特别的有意义。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啊，我们有几个是必须要看的啊，这个参考的书，一个是大圆满的前行啊，卜先生是演讲啊，这个是我们从释迦心到现在啊都离不开的一本书啊。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来自于这个前行引导文啊，大家要看继续看。还有一个呢，我们在慧灯之光的这个第二无家行当中呢就是关于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里面呢也就是有些重点需要强调的这些部分呢，也讲的比较清楚的这个我们也得要去学还有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也就多看一看就多了解关于这个禅慧这个方面的这些书，比如说像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等这些里面也讲得非常的好这些我们也要去学习。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修心更重要的是修心，大家要认真的去修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刚才讲了大家要相信这个百字明或者是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的力量这个力量我们刚才讲过了大乘佛教的这些忏悔的方法呢，就不跟这个小乘佛教不一样，它有太多的方法。然后这些所有的方法里面在我们的大乘佛教的显宗的这个基础上再把密法的这些所有经典所有的虚部加在一起然后这些所有这个显密论点当中我们要找一个最好的忏悔的方法，那是什么呢？那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法了就是金刚萨埵修法。所以我们有机会去修这个念这个法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福报。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大家要认真，我们的这个时间上的要求是不高的一天是一个小时这个作为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这个除了上班的时间以外的时间如果不浪费在这个吃喝玩乐上面的话，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小时是可以的，合理的那么在一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大家认真大家要认真的去修这个特别的重要刚才我们讲了，再重复一遍我们把所有的大乘佛教的显宗的部分，然后呢再加上密法的这个部分显密所有的这些经论虚部全部加起来然后我们要找到一个最殊胜的最好的忏悔的方法，那最后我们找到的就是金刚萨埵就是金刚萨埵，没有一个更好的所以至少尤其是我们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能力可以修的可以做的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是这个比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更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忏悔的方法，这特别的重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具体的修法。那么具体的修法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刚萨埵我们分两个，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我们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数量数量呢大家就知道了，10万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质量质量质量是什么呢？质量就是4个对之力4个对之力就是金刚萨埵的质量。然后呢，这个10万遍百字明是它的数量这两个都要完成。当然，这个里面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质量那是更重要的。
那么这个四个对峙力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之前呢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已经讲过很多次，然后这个视频书都有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再一次再重新再重复一遍这个四个对峙力那么四个对峙力当中呢，第一个是意志力意志力那么意志力是什么呢？意志力就是说我们就是过去有意无意的就是造了很多的这个罪过那么当我们造罪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没有惭愧的心没有惭愧的心甚至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认为这是一种罪过这就是一种正常的行为就是这样子看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就是接受了这个佛陀的教育然后呢认识到了这个生命的平等然后认识到了这个因果关系了解了因果关系以后呢，然后我们有一种就在我们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全新的一个这样子的这种观点系统的。那么这个以后呢，我们就现在就感觉到过去的这些很多这些都是是罪过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惭愧那么内疚、惭愧后悔就开始有这些心了。那么有了这些以后呢，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依靠什么呢？依靠什么东西去这个忏悔呢？那我们忏悔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有一个依靠我们依靠什么来忏悔？那么这个就叫做意志力。那意志力我们分两个内外意志力外在的意志力和内在的意志力。那外在的意志力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呢，就是观想金刚萨埵观想金刚萨埵是外在的意志力。比如说我们这个忏悔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向佛像或者是向佛塔或者是向这个佛经忏悔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意志力然后我们向某一个上师善知识金刚上师忏悔，那么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外在的意志力之一外在的意志力之一。那么这次呢，虽然这些都是意志力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意志力就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是我们的外在的意志力，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内在的意志力更重要是内在的意志力内在的意志力呢，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皈依心还有个更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菩提心皈依菩提心呢这些都叫做内在的意志力那我们这一次这个修法的时候呢，其实这两个都是需要的外在的意志力和内在的意志力这两个都需要。实际上这个四个对峙力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呢，实际上就包含了这两个已经有这两个了这两个都是需要的。那首先我们其他的比如说皈依发心呢之前都已经讲过了，就不需要再说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外在的意志力外在的意志力。那么外在的意志力佛经也就讲，尤其是密法的这个序部里面讲过，比如说我们变念这个百字明然后就是变绕他
绕佛塔啊，那这个百字明念这个百字明的功德完全是不一样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佛像前面佛像的前面，佛塔的前面，佛经的前面就是坐在前面，或者是我们边走边绕边念这个百字明，那么这个功德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对这个忏悔的方面讲特别有效果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主要的这个修法呢还不是佛塔的前面呢，还不是这个佛像前面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但重点还不是。那重点是什么？就是观想观想金刚萨埵。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这个观想的方法呢要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多数的人呢现在基本上这些方法呢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比如说应该怎么去观想应该怎么去修这个禅修这些理论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大部分的人呢，我并不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佛教徒就是经常我们听这些课的这些师兄大部分的人就理论上应该是知道怎么去观想怎么去禅修这些大部分的人应该知道。但是我们这一次也要再重复，也要再重新讲那么我们很多人虽然是理论上知道了，但是呢我们平时大家都很困扰大家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观想的时候就是观想不清楚观想不清楚，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那么观想呢，我们这个观想呢有两种方法两种方法，一个是很标准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标准的观想的时候，就是临时可以用的一个虽然不是很标准的，但是呢也算是这个观想有这么两种不一样的观想。那么其中第一个，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那第一个观想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观想不清楚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通过这个他的观想的方法这个步骤没有走这个步骤没有按照这个步骤去做然后就是我们没有诀窍然后呢我们自己坐在某个地方，然后就使劲的去想这样子是想不出来的我们再努力再用功都是想不出来的因为我们没有方法就是观想不出来，就大家说观想不清楚，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虽然我们在用这个观想的这种方法正规的这种方法这种步骤去做但是现在还是观想不清楚，那是什么原因？那可能是时间上还不够投入，要坚持才可以，就这样两种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首先我们去观想金刚萨埵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大家要知道，不是用我们的意识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有视觉然后我们有意识有两个方面在观想的时候呢，我们的五个感官或者是我们的八识当中能够用得上的就是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视觉第二个呢就是意识就这两个，就用这两个去完成这个观想然后听觉、嗅觉、触觉这些都用不上的这些都是排不上的那么这两个当中呢，比如说我们没有诀窍这个步骤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使劲的去
想。那想这个时候我们在用什么呢？就在用我们的意识啊，就用意识去想啊。那用意识去想的话，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意识啊，它本身就是这样，它去想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模糊的啊，都是模糊的，它永远都达不到啊。就像我们的视觉呀、听觉呀这种效果啊，它永远都是比较模糊的，永远都是抽象的啊。抽象的，它想不出一个具体的，它的这种都是永远都是一种概念性的、抽象性的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观想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啊，大家不要用这个意识啊。第一个步骤，首先第一个要用的是我们的视觉啊，先是用视觉，然后呢禅修啊，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个问题，大家要记住啊。我们平时讲的，比如说密宗的升起次第也好啊，观想也好啊，还有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禅修啊，这些禅修呢，所有的禅修啊，都是用我们的意识啊，先是用我们的意识去修啊。这些禅修当中呢，这些一般的这些禅修当中呢，没有一个是用我们的感官去修的这样子的禅修啊，禅修都是用我们的意识去修，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啊，那这个我们观想金刚萨埵是不是禅修呢？当然也是禅修啊。那金刚萨埵也是禅修的话，那是不是也就不能用感官呢？是啊，最终是不能用感官去修啊，但是先是要用我们的视觉感官去修啊，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呢什么是差不多？我们等一下可以介绍啊。差不多的时候呢，然后感官它就退出然后我们的意识上然后就是意识去观想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意识上感官不上的话，那这个意识呢，它永远都达不到这种观想的这种清楚这种清晰度它永远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上哪一个，后上哪一个这个大家要知道那么先就是用我们的感官感官5个感官当中，当然是先是用这个视觉那先怎么样用视觉呢？其实这个方法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我们先第一个请一张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佛像金刚萨埵的佛像，大就是1肘小4个手指4寸就中间这个中间的这个范围当中，就大概就是一本书或者是一个 A4 纸这么的大小的一个金刚萨埵的唐卡或者是金刚萨埵的这个除了唐卡以外的铜像这些也是可以，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唐卡然后因为唐卡呢这个画的也很清楚然后呢它也有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比较容易观想比较容易关注，然后就请这样子的唐卡然后也就尽量的找到一个稍微标准的这样子的唐卡，然后呢唐卡需要开光这些呢我们很早以前就讲过，大家应该是知道的。开光，开了光以后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佛像呢我们可以放在前面前面就是说离我们多远呢这个就是以我们的眼睛来决定稍微远一点也可以近一点，只要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就可以可以，那就是放在前面然后呢高低呢正好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真实的地方直接可以看过去的地方，不要放高放低然后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在这个金刚萨埵的前面呢供简单的供品简单的供品，不需要复杂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供品这些太多了以后呢，
这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专注视觉的专注，所以就是简单的功然后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供灯的话那就是灯灯我们就是比如说不供这个像酥油灯之类的然后呢或者是不要点燃就一盏灯放在那里就可以，因为这个也会这点燃了以后呢灯的这个焰或者是它的火这个热气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观想还有一个呢，比如说香也就不电也不电也因为这个烟也会影响这个观想简单的供品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做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坐在这个金刚萨埵的佛像的前面还有一个呢也很重要的一个是这个光线太亮比如说这个唐卡这个有反光反光的话那就是对眼睛刺激，然后我们不太方便观想，这也不行，所以就不能强光反光，然后光线太暗那这样子有时观想不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光线也是很重要的。然后这些客观的这些条件这个准备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披露七法坐在这个金刚萨埵的前面然后呢我们就两只眼睛就是看着这个金刚萨埵之前我们讲过了这种方法呢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先是看这个整体全身先看全身然后呢再看金刚萨埵的面部然后再看右手第一是右手，然后是左手然后呢再看这个右腿左腿然后有些时候呢看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因为金刚萨埵呢跟释迦牟尼佛不一样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这个出家或者是化身的这个形象，所以呢身体的没有那么多的装饰还有没有那么多的丝绸的衣服金刚萨埵呢是这个宝神佛的这个形象所以这个衣服呢也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丝绸的，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然后呢身上也有很多金银珠宝的这个首饰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去看这个金刚萨埵的某一个衣服或者是衣服上面的某一个图文图像或者是看这个五佛冠或者是这个项链耳环等等就去看这些。总而言之就是当我们的眼睛看得特别的这个清楚特别清楚的意思呢，比如说我们的眼睛闭了闭上眼睛的时候呢也是同样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那个时候呢实际上不是我们在看实际上这个佛像已经印在我们的视觉里，或者是我们的大脑里面就是已经印在我们的视觉大脑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去思考金刚萨埵会长得什么样子，根本就不需要去思考，它一下子就像一张唐卡或者一张照片出现，或者是一个人就是瞬间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想瞬间就把这个佛像上的所有的这些衣服首饰还有以及很多的这些细节都
观想特别清楚。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1天2天或者1个2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啊，这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上面呢需要花一点时间就是我建议我们开始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头一段时间呢，我们先暂时不着急去念先就是去修这个禅修把金刚萨埵的这个禅修实际上这个就是密法的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升起次第的修法。如果我们在这个修法的基础上再加一个稍微密法里面的一些这个理念或者是方法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密法的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实际上升起次第修法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像大乘佛教的像三摩地王经等等很多很多的佛经大乘佛教的佛经特别赞叹的一个禅修的方法就是看佛像修禅修。所以这个就是一举两得一个是它就是一个这个观想帮助我们观想金刚萨埵观想得很清楚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心平静达到这个禅修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所以这个上面呢多花一点时间是值得的。除了我们这一次修这个禅会的法以外呢，平时我们可以把这种修法作为一种禅定的修法来修甚至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密法的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来修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升起次第，所有的升起次第都是这样子修的如果我们看得很认真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一定要严谨一定要盯着就尽量的就不要眼球不要转动然后就东看西看，这样子这个是没办法印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呢效果很差的然后呢心里也就不要去思考什么，就是把所有的念头所有的杂念放下来，或者是说把我们的这个意识清空没有任何的杂念。虽然这个时候还不一定能够证悟但是呢至少就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平静的状态，这也是禅定也是禅定，也就是寂止的这个禅定。寂止的禅定，所有的寂止的这个禅修的最好的方法一开始就这么修的，这就是禅修的一个最好的方法这个我们密法的这些大圆满，比如说像这个六中阴这样子的大圆满的这个修法，它一开始让我们就禅修的时候就是这种方法了就这种方法，这特别的重要除了这个忏悔罪过以外它有2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作用，一个是这个密法的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仙和密的这个禅修的方法，这些都是它是有很多，这个修法里面呢就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头一段时间那就先暂时就不念咒或者是我们暂时呢也就不去思考这个下面的这些忏悔的这些方法先是看这个金刚萨埵看金刚萨埵，心里面什么都不想放下，把所有的杂念都放下什么都不去思考然后这个什么都不想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这个它虽然不是一个大圆满中观大手印这样子的境界，它虽然不是一个这样子的境界，但是呢它至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
普通的禅定的状态普通的禅定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花一点时间也是值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这个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心里不能有杂念，如果有了杂念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禅修的方法，就把这个杂念就调整处理。这个禅修的方法呢，我们之前都讲过很多次了，这就不需要再讲。然后呢两只眼睛就定在金刚萨埵的某一个这个局部比如说刚才讲了，如果是我们在看金刚萨埵的面部那就是面部两个眼睛就定在这个金刚萨埵的面部就不要动长时间就看一个地方长时间看一个地方的话长时间看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可以把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相可以印在我们的说视觉或者说大脑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印在我们的视觉当中，特别的清楚这个需要花时间。这个当中一个是就不能有太多杂念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球尽量的不要太多转动眨眼这些方面都要注意就是定在某一个部位然后就这么去修然后就是我们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结果是我们自己看得出来的比如说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也就是像刚才睁开眼睛正在看的时候一样，特别清楚的时候特别清楚呢，这时候我们这个时候的所谓的清楚呢，这个并不是我们在看这个唐卡呀，我们闭上眼睛怎么可能看呢？不是看，但是这个时候这个外在的这个佛像就已经不需要了这个佛像已经是印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印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没有这个佛像都是非常观想的特别的清楚的这时候呢，我们的观想就初步的就成功了成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首先第一个要上的就是我们的视觉用佛教的语言讲，就是我们的眼识他该做的就完成了。那么完成了以后呢，接下来呢要我们的意识就开始上那意识怎么上呢？然后这个时候意识我们怎么上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这个佛像了，不看这个佛像不看。然后这时候呢，我们静下来就心里面去想心里面去想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一静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佛像金刚萨埵的像很清楚的就出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金刚萨埵呢用我们的意识去想意识去想然后我们的意识去再把它加工一下怎么样加工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把这个佛像现在我们的视觉当中，或者是我们的大脑当中非常清晰的出来的这个金刚萨埵就是金刚萨埵它就是真正的佛，真正的金刚萨埵这个是我们的意识才能够做呀，这个我们的视觉是没办法这样去思考的这是一个对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现在看到的这个佛像的一个定位它就是金刚萨埵真正的金刚萨埵和无二无别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刚才我们看这个佛像就是看唐卡，就是像看这个纸张上的唐卡那么它肯定就是像一个纸上面的这个唐卡一样。那现在我们的意识就把它修改一下就把它变成一个如幻如梦就是像彩虹一般的
就是佛教平时讲现而无实有现而无实有，就是说，比如说彩虹它有这个现象只要我们睁开眼睛就能够看得到彩虹的这个7个不同的颜色都能看得到。但是在外在外面它有没有一个不同的这个7个不同的颜色的这个彩虹呢？绝对是没有的彩虹是只要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人，他如果不睁开眼睛他的前面是不存在彩虹的，因为这个彩虹是实际上就在他的视觉里面它的一个视觉的效果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是它的视觉效果，所以他睁开眼睛才会出现这个彩虹那他闭上眼睛，彩虹是不是还在他的前面呢？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就叫做显而无实有，是你的睁开眼睛了你能够看得见有这个现象，所以就是显而无实有就是因为你这个闭上眼睛那它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的东西，是你自己的视觉创造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叫做无实有现而无实有，这叫做现而无实有。那现在这种现而无实有那这个是我们的视觉是没有办法把它当作现而无实有。我们的视觉呢，他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得到，但他不会知道他看到的是现而无实有还是现而有实有，他不会知道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意识就把这个现象就把它第一个定位是它就是金刚萨埵第二个呢，它是现而无实有就像把它弄成一个彩虹一样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这个金刚萨埵它不是一个物质它不是一个人体一样的比如说它这个金刚萨埵它也会不会有这个内脏心脏肺有没有？不可能的它就是一种现而无实有，就是一种现象，就是一个像彩虹一样的现象而已。实际上除了这个现象的背后那它不可能有是什么别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们的意识才能够做得到所以这个时候要把我们的意识要上那这样以后呢，最后我们的意识把刚才这个我们视觉看得很清楚的传递给他的这个画面呢，第一个他就把它当作是真实的金刚萨埵。第二个呢，真实的金刚萨埵也不是一个实有的也是现而不实有的。那这两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的意识第六意识才能够完成那这样子以后呢，现在最后呢，这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视觉先上第二个我们的意识再上，然后呢，这完了以后呢，这个画面就在我们的心里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金刚萨埵的佛像了佛像了。现在呢，它不是一个唐卡的这个影像它不是一个唐卡的影像，它现在就是一个真实的金刚萨埵。那么这真实的金刚萨埵到底会不会真的是真实的金刚萨埵？真实的金刚萨埵会不会是这样子是不是也是我们的意识想出来的呀？实际上不是实际上真正的金刚萨埵也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可以我们比如说一些细节上比如说很多的佛像很多的佛像，比如说印度的佛像，印度的庙里面的佛像都像这个印度人然后呢，西藏的这个第一次这个造佛像的时候呢，也是在桑耶寺，当时呢就是选了这个最帅的还有就是这个最漂亮的这些人来画的就通过他们的形象画的细节是这样子但是整体上金刚萨埵呀还有无方佛呀，他们呢
真正他们长的就是我们现在唐卡上看到的一样。那是怎么知道呢？最好的一个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修大圆满的这个车阙和托嘎两个部分的这个托嘎的修法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的托嘎的修法大圆满的托嘎的修法，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识的活动我们的意识这个时候呢，它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真无空心的本经的状态当中，也就是用藏语说这个车阙大概我们大家也就知道，车阙就是本经本经本来清净也就是像六祖坛经讲的本来无一物那么这个就叫做本经本经或者车阙。那么我们的意识呢，就在这个本经当中，它没有任何的活动，它更不可能去思考金刚萨埵应该长什么样子我要去观想金刚萨埵身体怎么样，手里有什么东西，它根本不可能有这些这个思考它根本就没有。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真正的是我们的眼睛看出来，实际上这个时候眼睛看起来是我们的眼睛看出的，实际上根本不是眼睛，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内在的投影闭着眼睛的时候呢，它也一样的可以看得到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无方佛或者金刚萨埵它整体上呢，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金刚萨埵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充分的这个说明我们画这个唐卡这些时候呢，细节上呢就是每一个民族他画出来的这些佛像当中呢，就是有一些他的文化的成分但是呢整体上这个并不是这是某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个画师创造出来的，根本不是这样。金刚萨埵就这样子那谁知道金刚萨埵长这样子呢？我刚才讲了修托嘎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造作的时候，他自己出现的时候呢，就是以这样子的形象出现所以呢，我们刚才这个把金刚萨埵的这个佛像这个唐卡我们印在我们的视觉或者脑海当中最后我们的意识把它认定是金刚萨埵，是完全是没有错的。金刚萨埵真正的金刚萨埵到时候也是这样子因为这个金刚萨埵就比如说我们用火柴或者是用打火机点燃这个所有灯一样，用这个金刚萨埵的佛像来点燃我们的内在的真实的这个金刚萨埵它需要内外两个我们刚才讲，比如说你没有火柴，没有打火机那这盏灯是点不燃的点不燃的实际上我们这个用打火机用火柴实际上不是要用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点燃这一盏灯但是这一盏灯要点燃的话，那么在这个它的一个前提的条件呢，就是需要跟它稍微接近的，比如说打火机的火或者是这个火柴可以点燃。同样的，我们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外在的一个金刚萨埵的佛像来点燃内在的金刚萨埵，这个时候呢内外合一这时候呢真实的金刚萨埵也就是这样，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就是有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个是在理论上我们这样子修或者是这么去想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是金刚萨埵的这个观想的方法观想的方法非常的重要我们头几天刚才也就讲过了，先不忙，大家不忙那个念咒也就不着急去做这个禅会我们先大家修这个金刚萨埵的升起四谛的法我们观过顶的观了顶的师兄呢
就是修这个金刚萨埵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密法的升起次第的一部分了那么还没有观过顶的那我们也可以看这个佛像去修那么这个禅定这种禅定呢，显宗也是有的显宗也是允许这么修的，所以我们还先暂时目前还没有观过定的那也就是先把这个作为一个禅修去修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首先我们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金刚萨埵的一个观想的方法。那通过这种观想的方法去这个修，然后呢，我们花了一定的这个时间，那足够的时间那这个观想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完全是没问题的这是第一个了。我们刚才讲了有2种观想的方法这是最好的观想方法。另外一个观想的方法呢，实际上这种观想的方法呢是临时用的那什么时候的临时呢？就是因为还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观想的这个程度然后呢，但是也需要观想，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用这个临时的这种方法那么这个临时的方法呢，那我们刚才讲了2个视觉和意识那是不是需要2个都要用呢？这个时候就不用视觉就不用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去用我们的意识去想那么意识去想的话，它想出来的金刚萨埵肯定是模糊的不可能达到这个我们刚才的这种程度不可能达到的。但是这个没办法了，临时就暂时就可以这样子用那暂时这样子用我们没有达到这么清楚的话，这有没有效果呢？效果当然是有的只要我们自己有信心主要是有信心的话，那效果完全是有的有作用的。所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去了解一下这个金刚萨埵通过金刚萨埵的这个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我们先去了解一下金刚萨埵的这些衣服然后身上的这些首饰这些都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先看一看这个金刚萨埵整体，简单的看一下然后我们大概知道金刚萨埵手里面有什么东西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呢大概长什么样子清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意识去想那意识去想的话没有走刚才我们讲的这种步骤没有按照这个步骤的话，那肯定是不会很清楚的。但是呢暂时可以用的这可以用的，所以这也是可以，我们就这么去想金刚萨埵是一个这个整体了解了以后呢，我们简单了解以后呢那就心里面去想，那这是一种临时用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要相信如果我们自己的信心有足够的信心的话那这个金刚萨埵呢，也可以同样给我们起到这个真实的金刚萨埵的这个作用比如说忏悔罪过这些都是完全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要靠信心要信心足够强大的信心信心很强大然后呢观想不清楚但是呢也可以的就是这个如果是着急大家着急赶紧要修这个金刚萨埵的话，那就是现在是临时用这种方法这是2个金刚萨埵的这个观想的方法，也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4个对治力4个对治力当中的第一个对治力的一个修法方法大概
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比如说我们观想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观想的方法呢作为一个标准的这个密法的升起次第的修法的话，那就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也需要一些其他的补充的东西。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升起次第的密宗的升起次第的修法这个也有视频有书大家也就可以看。但是呢，我想我们先暂时呢就不需要这么标准现在我们是在修这个潜心加心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把金刚萨埵呢的金刚萨埵的修法就作为一个忏悔的方式来修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不需要还上升到这个密法的这个很标准的这种升起次第现暂时就不需要现在暂时不需要。那这个是4个对治理的第一个修法另外一个呢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内心我们比较控制好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打坐的时候都有太多的杂念然后这些杂念的这个第一个控制的方法，还有就是这些方法呢，我们要看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很多的这些禅修的方法那这个地方呢完全是一样的，就用这些禅修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先把金刚萨埵观想得很清楚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修这个4个对治理当中的其他的对治理，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做这样子是非常有意义的修心呢，修任何一个修法它就是有次第有步骤，有次第有方法然后这些方法没有错的话，那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努力那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成功的那希望大家我们首先呢非常认真的去观想这个金刚萨埵就这样子我们今天这个4个对治理当中就先讲了第一个修法，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其他的这个修法呢，我们明天继续讲然后呢还有20分钟的时间20分钟时间当中呢，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提问交流。我现在在修出离心，我可不可以先修金刚萨埵的修法？因为害怕没有修到金刚萨埵法就死了，造那么多罪业还没有清净，一旦堕入了恶趣，非常可怕。请上师开示，弟子应该怎么办？先修金刚萨埵的修法也可以的这个也不矛盾但是从这个顺序上讲的话，先修出离心，一步一步的修，最后修金刚萨埵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是特别的着急就是等不及的话呢，那先修这个，比如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比如说1天2座其中1座就修这个出离心，那么另外的1座呢修金刚萨埵可以的这个不矛盾。请问上师，玄奘法师的师父贤戒法师在晚年受不了病痛的折磨，曾经想自杀。以贤戒法师这样的高僧，不能够通过忏悔清净罪业吗？这些说法或者这些现象实际上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们大家都没办法判断的。比如说这个之前我们讲过了，《慧灯之光》里面也有。比如说我们先不说玄奘法师的这个上师他的境界是什么，这个我们没办法判断我们只能这样子讲。比如说任何一个高僧大德那么他的这种病痛的这种现象呢就是有几种可能那么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的
不错的一个，比如说学习、修心、行为啊，或者是解定慧各方面特别不错的一个这样子的善知识。但是呢，他的真正的境界呢，还没有达到一地还没有达到一地还是就是停留在这个，比如说像质量道加行道那这样子的话呢，它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上师，非常好的善知识，但是呢，因为它的境界呢，现在是目前是没有办法这个消除这些病痛它是有真实的病痛那这是一种可能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比如说他的修行的境界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也没有超过了这个一地以上，更没有这个成佛。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也有很多，这佛教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这个例子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虽然这一生当中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罪业业障都清净了，但是呢，他在过去很早以前的就是某一世这个造的业还没有清净还没有清净的话，那就是因为这个业在这一生当中呢他会受苦但是呢，他这一生的这个受苦呢，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百业经还有就是仙语经这些佛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阿罗汉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圆觉，他们都是这样子。所以有一部分人呢有这样子，那么他的这个病痛呢，也是真实的病痛了也是真实病痛，这两个都是属于真实的病痛那么这个他们因为有病痛是不是说明他们不怎么样呢？那也不是也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些比如说像龙树菩萨这么高的境界也就是最后呢，他就是因为过去很早以前就是因为无意当中的一个杀生最后就是这一生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实现一些果报那有这样子的，这是中等的那另外一个呢，他根本是没有这个病痛完全是没有病痛，完全是一种实现那这个就比如说像佛在小乘佛教的眼里或者在小乘佛教的经典的记载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很多释迦牟尼佛生病等等的有这样子的佛陀生病了，然后呢就是吃药等等，这些都是很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佛陀也就是就是看起来就是从表面上看就是有真实的这个病痛这样子的，给人的感觉呢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佛陀是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个我们完全是有这个依据它是完全是超越，因为超越了一地以上，更何况是这个佛一地以上呢，它就不可能是有真实的这个病痛。那么没有真实的病痛，它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就是教育就是教育其他的人。那这个呢，佛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就是因为佛一个是佛的语言，那另外一个就是身教佛陀不说但是呢给大家看因为我过去因为怎么样，现在今天有得到了什么什么的这个果报，这个就是给大家看大家觉得连佛陀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一定要小心翼翼要不然的话这个因果是很严重。那就是有这种这是最高的他自己是完全是没有这个没有这种这个病痛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还有中间还有一个我刚才讲的这两个呢可以前面的这两个呢实际上也就是差不多就是有真实的病痛的这个。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过去的很多的真正的非常了不起的这些成就者比如说一地以上的，还不是成佛，但是一地以上的这样子的这个善知识，那么他是不可能有真实的病痛，但是呢
他这个实现他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残忍这样子。那么这个呢就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比如说他以这种形式就是消除就是在一段时间或者是在一个区域当中将来会发生的一些灾难就是避免一些灾难实现出一个这样子。但他还不是佛，但是呢他已经是得到了这个1D或者2D 3D这样子的这个成就值。那他是为了消除这个众生的这个灾难所以就是实现这样子。那么有这个3个这样子的不同的这些成就者或者是善知识，他们的病痛可以这样子三种不同的内心那么玄奘法师的这个是，如果说是哪一种呢？那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有这样子3种可能。顶礼上师，我们小组共修的师兄有个疑问，有师兄说灌顶除了受密乘戒以外，还相当于受了全部5戒以及菩萨戒，请问上师是这样的吗？实际上这个灌顶当中呢，也有一些简略的这个受菩萨戒和受5戒的这个仪轨是有的。所以呢我们灌了顶以后呢这个菩萨戒这些也要注意但是比如说真正比如说就是像5戒我们通过这个具实的这个5戒的仪轨收跟这个密法的这个灌顶的时候收呢，应该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具实5戒呢通过这个5戒的仪轨守的话那就是一个比如说守5条戒3条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这分得很清楚的那这样子以后呢，比如说守了2条戒，那这2条戒是必须要注意但是密法里面呢，它是实际上是包含了这个别解脱戒跟这个菩萨戒的意义它的意义包含了但是呢它的具体的这些戒条呢那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清楚所以呢也就是应该有一些有一点区别但是灌了顶以后呢，我们最好还是这个菩萨戒还有具实戒这些尽量的注意尽量的注意。如果是自己认为就是犯了那一条戒的话呢，适当的忏悔一下，这样子比较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好。请问上师，家人没有皈依，想要让家人忏悔罪业，是否可以用金刚萨埵的修法，或者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忏悔罪业？可以的。家里人呢，他们自己没有这个信佛的话那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这个忏悔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只有我们其他的家庭成员呢，就是替他们忏悔那这个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替他们修这个金刚萨埵念金刚百字明然后念完了以后就是回向或者是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任何的这些善事就是为他们做先开始的时候呢，也就发心就是为他们做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也就给他们回向，那这样子也有很大的帮助。顶礼上师，没有条件亲自请到开光的金刚萨埵佛像，在淘宝请可以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开光了？不是真的开光可以用来观修吗？淘宝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开光呢最好就是找人开光我们如果是暂时找不到的话呢，那也就可以用也可以用，但是最好就是开光也并不是说没有开光的就不能用了，用应该是可以用的。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没有灌顶可以听今天的课吗？今天的课是最好是有灌顶的人听，但是呢我们
网络上这个就是不好控制啊，所以呢，我们想听的大家可以听啊，那么我就这个尺度我来把握啊，这个就你们听就可以了。对。请问上师，念百字明和金刚萨埵的心咒的功德是一样的吗？心咒的功德啊，这个不好说啊，这个是不是一样的不好说。但是我想的话，比如说，百字明的话，那它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要丰富一些啊，不管是这个祈祷啊、忏悔呀、求加持呀，各方面呢，就是比较丰富一点。有可能是百字明的话，可能应该是好一点。请问上师，金刚萨埵修法是不是一定要修出厌相才算是有效果？比如说梦中梦见呕吐脏物等等，如果没有厌相，不管念多少都是没有修出效果。请上师开始金刚萨埵修行，我们一般会有哪些厌相？也不是没有厌相出来的话，就是等于是白修啊，也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是金刚萨埵就是修了金刚萨埵以后呢，比如说像佛经里面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的。佛经里面就比如说像呕吐啊，就看到这个东方啊升起这个日月呀，或者是自己进入宫殿呐，飞到天上啊等等。那这些呢，是一种言相啊，这个就是跟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是有一些关系的啊，有一些好的这个前兆啊，但是没有出现这些，就是不是就没有作用呢？也不是啊，只要我们认真的去做的话呢，那就肯定是有效的。请问上师，既然万法都是坛城，一切本来就是清净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观想佛像等等？请上师开始。它本质上就是，比如说啊，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本质上从我们的大乘佛教或者是显宗的角度讲啊，本质上万法都是这个空心啊，万法是唯心，或者是万法都是空心，理论上或者是实际上是这样子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子是没有用的。我们不能说啊，本来就是空心，我现在不需要去了解空心，我不需要去修空心，反正都是空心，这个是不能这样子。那同样的呢，万法它是坛城，万法是坛城，本身就是坛城，本身就是，比如说这个密法里面讲啊，比如说烦恼它本身就是这个菩提智慧啊，那轮回呢它本来就是涅槃，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万法本来就是空性，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啊。万法本来是空性，但是因为万法是空性，所以我不需要去了解，不需要去学习，不需要去修空性，这个是不对的。那同样的，我们万法是佛的坛城，但是呢，我们要逐步的去认识万法就是佛的坛城，然后不仅仅是认识要体会体会，最后就是上升到智慧。那这些是我们就是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跟这个万法是佛的坛城这两个的距离逐步的这个距离缩小，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那一定要做的它本身有这个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它的本质是永远都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本质上这样子，这个不起作用的就跟空心一样的。比如说本来就是无我了，但是呢，我们就认为有我，所以就有一大堆的烦恼本来就是空心的，但是呢，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的，所以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烦恼痛苦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现场问题，顶礼上师，因为缘起很重要，如果破坏了缘起，有什么办法补救吗？缘起呢我想很多人就过度的这个在意这个缘起，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缘起缘起呢，我们普通人是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会有什么缘起你们平时就是说的这个缘起呢，比如说有些
这个成就者高僧大德他们就是做一些就是举行一些特殊的这个法事对这个弘法利生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的这个特殊的活动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会观察一些这个缘起那平时我们的这些正常的这些生活正常的这个功课有什么缘起呢？没有什么缘起，本来都是好不好都是缘起所以我建议我们不要过度的去这个缘起到处都是缘起破坏了怎么，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缘起，怎么破坏了，那这个都是过度的去思考这些是没有用的，所以就大家不要以为有什么缘起缘起破坏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我们一般人都不会有这种破坏缘起破坏这些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就不需要担心。顶礼上师，金刚萨埵的修法当中是否已经包含了所有9层次第的修法？这个要看怎么样修，怎么去修我刚才说这个尺度把握，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要上升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什么样的水平去修，就看这个，比如说大圆满里面呢也有金刚萨埵的修法然后我们普通的这个嘉行里面呢，无嘉行呢也有金刚萨埵，然后一般的这个密法里面呢也有金刚萨埵，所以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用什么样的方法修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些层次呢都是不一样，虽然都是金刚萨埵的修法，但是呢它的这个程度不一样。他还问，一个已经证悟的人和没有证悟的人同时修金刚萨埵法门有什么区别？这个当然是有很多的区别了，比如说没有证悟的人修的话呢，那他把这些比如说金刚萨埵还有就是自己还有就是罪过这些都当做一个真实的实物去修，那当然也有效果但是呢他的这个因为他缺乏了一个智慧证悟的智慧，所以它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那证悟了空心的人修的话，这个证悟空心它本身修空心它本身就是一个最上等的这个忏悔的法门它一方面呢有了这个持咒观相这些都有了，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又多了一个这个空心，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修法的效果就肯定是远远就超过了这个有执着的人的这个修法，这个应该是最不一样的地方。现在最后一个问题，网络问题，请上师开示，为什么最终每一个众生都会成佛？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原理呢，就是因为每一个众生他的心的本心再坏的人或者是再坏的这个众生他的心的本心是佛心，这永远都是没有任何的变化的，心的本心是佛心。那么这个佛心呢，他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个成佛呢？他就是等一个因缘一个外在的因缘还没有成熟。那么这个如果成熟的话呢，那就是他一定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一盏灯它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点燃呢？它就是因为缺乏这个打火机火柴没有人去点它那如果有一天有人去点它，那么它一定会点燃的。所以比如说这个屋子里面呢有10000盏灯每一盏灯都可以点燃的，现在只是缺一个有人去点它们这是缺这一点那么这个缺呢它目前是缺乏，但是呢它是不是永远都缺乏？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佛的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事业这是早晚的问题。它这个佛，我们虽然讲佛度有缘人，实际上这个佛的这个事业当中呢，它不可能出现一个绝对的无缘人所以呢佛的这个度众生的这个事业呢它
它是人云自成的，所以呢，佛度众生呢，它实际上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这是早晚的问题。所以呢，总有一天一定会有人去点这盏灯所以它这盏灯有一天一定会点燃的原理就是这样子。第一个，它本身有佛性第二个呢，有人去指点它的佛性，这个是绝对有一天会出现的就是这两个原理。好，感恩上师开始。好，阿弥陀佛，我们大家最后回向。说那么多一，他们就人把年多年，你别让南把些，也敢南接往龙这把，这边做连着着儿修，我们班咱个人把马色的我们班咱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班咱个人把马色的红。阿弥陀佛，大家晚安。